不可量。世间哀愁，无知无休，离散却别我泪已从头。我愿山藏在我之后，让天下骨肉相守。我心向往雨纷纷，爱恨如土风的安详。我心向往烛火之光，美人格外荒凉。这次张子出使成果赫赫，燕国和齐国答应大战期间只是袖手旁观，其他4国虽然已经出兵，但是真正抵达函谷关的只有赵、魏、韩3国。魏国是主力，以大将申差领兵；赵国派出公子可领兵，韩国则派出太子焕领兵，共计22万。楚国虽以令尹朝阳为首，但20万兵马却仍在路上。微臣派人到楚国，给晋尚和郑袖送去了重礼，让他们在楚王面前多多进言，将那朝阳召回。朝阳回朝，楚军群龙无首，只得搁置在半路上。这次张子出使，已使5国之间有了嫌隙，但3国联兵仍对秦国有很大威胁。诸卿有何高见？3国联军各有所长。赵国多年与敌人部落往来，学习的是敌人的骑兵之术，所以此次赵国派出的是铁骑，而魏国出的则是名闻天下的魏武卒方阵。魏武卒身体强悍，训练有素，而且身披重甲，在战场上一般别国的士兵奈何他们不得。韩国中的则是弓箭弩机，韩国射士经常在远程射杀敌方大将，实是防不胜防。3国如果分头作战倒也罢了，联合作战，远中近皆有照应，不好办呐。好在函谷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骑兵厉害，却难以施展。铁甲再厉害，也挡不住滚石雷木；射手再厉害，也射不到函谷关上去。再加上3国兵马缺少统筹训练，只要我们准备充分，并经常偷营突袭，必能将其个个击垮。父王，这是司马将军虏获的韩国工匠为我们研制的新型弩机，箭头为棱形，射出去可以穿透5张牛皮。实在了得，好厉害！厉害！果然是好东西，难怪都说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这弩机除了可以大量用于函谷关之外，还可以用来对付义渠。它比弓射程远，在战车上使用更加灵活。眼下这义渠人在公孙衍的唆使下，屡屡派出骑兵在我大秦背后作乱，搅扰边境。有了它，义渠骑兵的速度和坚固的皮甲就都会失效。可是有一事寡人不得其解：诸国陈兵函谷关，为何那燕国一开始也跟着趟浑水？自大公主嫁到燕国以后，两边一直相安无事。可这一年，不知道燕国那边出了什么状况。此次微臣出使燕国，向燕王也询问了有关议后的情形。燕王回答的支支吾吾，就连大王您的书信都要由他转交。议后和公子侄的处境不妙啊！大王，何事？
王后和芈八子求见，他们在列国游士的策论中发现了大公主的求救信。孟莹，你们先退下吧。微臣告退。微臣告退。朱离子，你留下来。是。大王，到底怎么回事？臣妾和芈月在翻看各国游士送来的策论，结果在这个苏秦的策论中发现这封卷书，上面是大公主的笔记，不敢延误，所以来禀报大王。大胆小人！大王，怎么了？你自己看。那苏秦如今何在？已经派人去请了。在下东周世子苏秦，见过秦王。此物从何而来？为何要加裹在你的策论当中？大王如此发问，想必是知道此书信为何人所写。单凭一封书信，或为伪造，只怕说明不了什么吧？大王可认得此玉佩否？果然是孟莹所有。自燕先王驾崩以后，太子恪继位，他胆小懦弱，没有主见，国事权掌控于相国子之之手。子之野心勃勃，又心图谋燕王之位，因忌惮义后母子的存在，所以半年前将义后孟莹3岁的儿子公子直送到韩国为人质。子之还不放心，与韩王勾结，把孟莹母子幽禁于韩国都城。如今听闻燕王恪欲将王位让于相国子之，倘若子之成功，义后母子必将为其所害。岂有此理！燕王昏庸，子之大胆，这是趁人之危。大王好像有心事。大公主的求救信是王后发现的，王后对此有何看法？燕国如此对待大公主，实属无礼。大王即使出兵讨伐问罪，也是情理之中。但眼下函谷关军情紧急，牵一发而动全身，权衡利弊，不可因小失大。所以臣妾以为，还是要以大局为重。王后的意思是，先解函谷关之围，再救大公主之危。孟莹向来识大体，她若知道内情，定能体谅大王的苦衷。大王，丫头啊，依你看，寡人当派兵去接孟莹回来吗？若以国事论，的确是没有足够的兵力去问罪燕国。更何况张子刚刚游说燕国同意退出公孙衍6国联兵之术。但是什么？但若以家事论，作为父亲要接回在困顿中的女儿，那只需一对轻骑，乔装改扮潜入韩国，接走人就是了。听你说来，这事变得简单明了了。大王，大公主若能带着公子直回到秦国，那燕国的未来很可能就可以通过大公主和公子直操纵在大王的手中了。大王，你想，公子直也是翼王嫡子，将来争夺燕王之位，他是有机会的。
说得好。那大王的意思是？接回梦莹。原来大王心中早有主张。丫头啊，既然是你的主意，老伯就派魏冉带一队轻装骑兵，绕过函谷关，昼伏夜出，直捣函谷都城，接回梦莹母子。你不会反对吧？魏冉的确需要更多的历练，大王不会看错人的。好，目前，大王，传司马错明晨进宣师殿听旨。是。王后，园子里春意正浓，花儿开得可好看了。奴婢陪您出去走走。大王派魏冉去接梦莹了。大王的心思，只有芈月能猜得透。别人就算再费心机，也比他晚上几步。王后心地纯良，哪像那个芈月，工于心计。纯良二字，说来好听，实则无用。大王要的是懂他的人。来了。大公主，大公主，芈月，梦莹，姑母，魏冉和侄儿他们到了吗？啊，侄儿，侄儿不是跟你在一起吗？大公主和小公子在离开韩国后，在接近赵国的边境遭遇追杀，与小公子不幸失散。魏冉带人去寻找了。啊，怎么会出这种事情？走，快进宫吧，快进去。姐姐，哎，小冉，姐姐，小冉，我的侄儿呢？小公子呢？臣带着义后突出重围后，再返回去寻找小公子，不料遭到强兵阻截。这才知晓劫走小公子的是赵国赵侯雍的兵马。赵国？赵国人劫走了小公子。这事怎么会扯上赵国呢？这中间的是非曲折我也不知。大公主，大公主，梦莹，大公主，梦莹，父王，父王，我求求你救救我的儿子，他才3岁啊！父王，我求求你了，父王。梦莹，若是能救，寡人岂能坐视不管？看来此事赵侯雍早有预谋，他劫走侄儿，必然打的是挟持侄儿以至燕国的目的。此刻就是寡人再出兵攻赵，只怕也无法接回你的儿子。可我的儿子，怎么办？我的儿子怎么办？他才3岁，父王，我的儿子。你放心，你儿子是燕国嫡公子，也是燕国王位继承人。据报，燕王哙已经打算禅让王位给相国子之，正在择吉日举行禅让仪式。而此时，赵侯雍扣着你儿子，定是为了在子之登上王位后，打着推立你儿子为燕王的名义入侵燕国。所以你的儿子是他手中的未来的燕王，赵侯雍绝不会伤害他。就算他不伤我儿，可我儿年幼，不能没有我的照顾啊！父王，我求求你，你送我去赵国，让我去赵国办几颗汽车，父王，我求求你，父王！糊涂！赵国无端劫持他人幼子，正愁着找不着借口在诸国面前为自己开脱，你却自己要送上门去。你可是为了救你，牺牲了多少大秦士兵？你说走就走，难道将国家大事、将士性命视为儿戏？几年前，为了秦国，
我将我自己的一切悉数牺牲。我没有国，没有家，没有父，没有夫，我只有跟我唯一的儿子在一起，这个要求过分吗？父王，我求求你，父王，父王，我求求你，父王，我求求你，父王。永远都只是你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大公主，大公主，大公主！大王，大公主她……芈月，寡人想一个人静一静，你也出去吧。是。继儿已经睡下了，你也早点宽衣歇息吧。我这会儿还不想睡。月儿，我知道你心里难过。葵姑，你看看大公主，我曾羡慕过大公主，她有大王的父爱，有邢夫人那样睿智的姑母。身为嫡公主，出嫁为王后，孩儿可以继承大位。可如今，她还不如街市上一个普通妇人。这天下是男人的天下，男人争到了功业，女人则流尽了眼泪。姑姑，我不喜欢这样。可身为女子，又能怎样？我不知道，但我不愿意在这样一个四方天地里，由别人来摆布我的命运。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行顿。此所以天府，天下之雄国也。我家义后前来探望苏公子。在下苏秦参见义后。苏公子，快请起。可否进去说话？请。敢问义后，这是什么意思？苏公子是梦莹的救命恩人，请受梦莹一拜。义后不必如此，实在是折煞在下了。当日梦莹被困韩国，求守垢面，亏得公子不远千里传书相救。您身为秦公主、燕王后，沦落至韩国被人所禁，苏秦扶危救弱，义不容辞。国相子之害我母子，祸乱燕国。苏公子人人君子，使梦莹脱离大难，大恩大德感激不尽，自当重谢。公主把苏秦当成何人啊？苏公子救我于水火，梦莹无以为报。苏秦和义后乃是道义之交，苏秦只求惺惺相惜。现在看来，义后也不能免俗啊。苏公子洁身自好，梦莹知道，这点财物在公子眼中实在是一文不值。义后若真想谢苏秦，只把苏秦当做一个故友吧。至于这些财宝，在下不会接受。梦莹愚钝，既羞辱了公子，又羞辱了自己，还望公子见谅。哎，
以后不必过分自责。在下失礼了。咦，这是什么呀？要鸟。要鸟。我喜欢鸟。今儿要小黄鸟，交给娘亲贝凯风。继儿要是忘了的话，葵婆婆帮继儿背吧。哎，会不会啊，继儿？海风自拿，吹比奇些。背得好，大王。继儿，继儿可知道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吗？知道。说说看。娘亲辛苦。说得好。娘亲呢？小鸟被人抓走了，他们的娘亲找不到他们了，不能跟他们在一起了。小鸟的娘亲会哭吗？当然。小鸟怎么办？鬼姑，带继儿去玩。来，继儿，婆婆带你玩。大王刚才的样子好高兴。函谷关传来战报，司马将军率部出击，联军不堪一击，一战而溃，斩敌3万。联军堵在我家门口快1年了，期间我们战死了1位公子，7位封臣，5万将士。今日总算缓解了联军的进攻之势，也让寡人松了口气。恭喜大王！那大王，趁着函谷关大捷，大王能否让小鸟和他的娘亲从此团聚？你是在为梦莹求情？是。既然赵国在函谷关吃了败仗，折了他们的傲气，那正是大王与他们周旋的好机会。你不知赵侯雍，列国君王中，齐王、魏王早已迟暮，楚王武断，韩王怯懦，燕王糊涂。能与寡人相比者，为赵侯雍，有极大的抱负和野心。如今，公子职已经落在他手中，将来必定会狠狠地咬燕国一口。若梦莹再落于他手里，只会让他有更多的机会。大公主曾为秦国牺牲了她的全部，母国是她唯一的靠山。以后还会有无数的王族儿女去为秦国牺牲。大王应该有办法让他们觉得为母国牺牲无怨无悔。国家大政，顾不得儿女之情。有时候儿女之情也是国家大政。人世如棋，暂且让掉一个子，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子。大王，就算这次让些许利益给赵国，但并不等于将全盘都让给了赵国。但若是儿女对母国心死，是救不回来的。你为梦莹求情，是因为你跟她感情最好？不，臣妾只是说句真心话罢了。我曾有过求告无门的时候，知道那种苦。若是每个人都在别人落难的时候袖手旁观，那就别指望他自己落难的时候会有人相助了。倘若你帮了别人，到你需要求助的时候，依旧无人帮你呢？我知道这种事情不可斤斤计较，我也并非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但若是一分耕耘都没有，那自然谈不上收获了。大王，寡人会派人出使赵国。多谢大王，多谢老婆。
真是绝世良才，可惜啊，可惜。妹妹看到了什么好文章，竟然如此感叹？是苏秦。苏子的策论可谓辩才无碍，满腹经纶。既然如此，还不赶快举荐给大王？这只怕有些不妥。有何不妥？苏秦的策论言辞犀利，论点精辟，但他的主张其实与章子相差无几。这有什么不好吗？从策论中可见苏秦孤芳自赏，桀骜不驯，这等清高之人极易过分偏执。你可知行走列国游说君王，凭的不仅仅是学识，还有洞察人事。朝堂之上若不知缓转，只怕很难与他人相处。可妹妹说他是个绝世良才，如此社稷之气，若落入他人手中，岂不可惜？世上难有两全其美之事。正因为苏子才华横溢，国士无双，才让我想起公孙衍弃官而去的前车之鉴。一山不容二虎，眼下秦国朝堂之上，章子深得大王重用。从策论中可窥知苏子的谋略主见与章子相似。若引荐苏子入朝，他与章子相处和睦还好，若是不和，只怕会让大王十分为难。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是让大王自己决断吧。香儿，把苏秦的策论和其他选出的一并送到宣誓殿去。是。大王，苏秦求见。何时求见？承明殿已将苏秦的策论送来多日，他想请大王面见，一述策论。这策论可有芈月的特别推荐？那就先退回吧。是。王后，大公主，大公主脸色不好，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派去出使赵国的甘茂大夫回来了。甘大夫把公子直接回来了？没有。赵侯雍先是称病不见，后又百般推诿，交涉没有结果。就算如此，大王也还是会另想办法的。王后费心了。无论怎样，大公主能在韩国将求救书信托人带出，一世吉人天下，十分难得。那带信的世子更是锲而不舍，百般不易，才将大公主的书信送到大王手中。那苏秦的确是忠义之士，救我母子于水深火热之中，大恩大德，让梦莹此生无以为报。据我所知，苏秦是饱学之士，他的才华若能得到父王的赏识，留在秦国建功立业，岂不也是美事一桩？大公主说的当然不错，不过我听说苏秦给父王上了数次策论，都石沉大海。王后是否得知原因？虽然大王让我与芈月一同研读策论，但苏子的策论从未沾过我手，都是由芈月考量。我想苏子的才华，芈月一定也看到了，定会鼎力相助，将苏子推举给大王。什么时辰了？快到4时了。快，扶我去承明殿。王后担心，王后最近得了头疼病，太医说让您少劳累，多休息。今日承明殿就不要去了吧。每日策论呈给大王，都是芈月在那自说自话，大王偶尔召人来研讨，
眼里也都只有芈月一人。我若再不去，那成明殿可就真的成芈月一人的天下了。可王后您的身子……走吧，去成明殿。姐姐，你身子不适，还是早点回去歇息了。不碍事。芈月，大公主，大公主来了。王后，快来！听太医说你身子还虚着，我正打算抽功夫去看你呢，你怎么就过来了？你去看我和我来看你有何不同？况且我在宫里闲极无聊，只是一心念着我的孩儿。我若不出来跟你说说话，恐怕会愁闷死的。可外面天气那么冷，哎呀，你手冰冷。香儿，快去，好好烹一炉茶来。是。父王果真信任你，把这些重要的异国之策放到案头，由你随心所欲挑选安排。哪敢随心所欲，明明是战战兢兢，唯恐有所疏忽，有所遗漏。芈月做事一丝不苟。可否读过苏秦的策论？读过。是否也有点滴可取之处？苏秦的策论折冲尊祖，纵横捭阖，堪称大家之作。那为何苏秦的好几篇策论投入宫里都石沉大海？苏秦的策论的确很好，但与大王眼下实行的国策并无二致。你是说毫无新意？角度虽有不同，但乃是异曲同工。这是芈月的见解，还是父王的见解？芈月只是将策论的内容归总，但是否取用，全由大王定夺。这么说，父王的定夺，多少还是跟芈月的归总有些干系。大公主这么说，真是抬举芈月了。既然父王对芈月委以重任，那梦莹就不打扰了。大公主，王后来了。她怎么会来我这儿？王后，王后，王后难得来我这儿啊。王后请坐。大公主也坐。就是过来看看你。自从大公主出嫁，我心里一直牵挂。当日只想大公主的婚事有些牵强，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挫折与困顿。梦莹不怨别人，只怨自己命不好。大公主何苦如此自怨自艾？吉人天相，说不定身边就有人能帮你呢。我是父王已嫁出去的女儿，命如草芥。大公主与芈月一直交好，在后宫，芈月深受大王宠爱。大公主心里若有难处，何不求芈月帮忙？芈月也只是后宫嫔妃，尽管父王对她宠爱，但识人用人这种大事，恐怕芈月也做不得主。大公主错了。大王一贯对芈月言听计从，芈月就算做不了全部，也能做一半的主。大公主应该知道，张子张相在朝中的地位无人能比。父王爱惜张子的才华，张子有才不假，但若无芈月，他怎可能在朝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既然芈月能帮得了张子，就能帮得了苏子。张子与芈月的情分与他人不同，
张子曾对芈月有恩，芈月知恩图报也不为过。所以，芈月不愿有人在朝中与张子并肩，互争短长，也是情理之中。这小衣裳好讨喜呀，是大公主为公子侄做的。我日日除了思念孩儿，还能有何事可做？给他做一些衣裳，一点点裁剪，一点点缝纫，就像一点点摸着他的小身子。公子侄真是有福气，我可从没给当儿做过这么多的衣裳。这个是给大王做的。父王挑剔，这香囊我还不知送不送得出去。做得真精致。大公主向来心高气傲，今日看她的模样，却可怜得很。我原本只是猜测，今日之事真是巧中带巧，一下子看破了她的心思。大公主的心思吗？心高气傲的人，越是容易显露自己的心思。她是对那个落魄世子情有独钟。王后说的是哪个世子啊？当然是东周那个苏秦了。苏先生，苏先生，这壶中没有水了，去给我打水。哎，你已经欠了2个月的房钱了，而且这个月用的竹简钱都还没给，要不您想办法把这钱先给结了。别翻那个箱子了，没有值钱的东西了，值钱的早都抵出去了。这些拿去卖了吧。苏先生，这可是您费尽心血熬夜写出来的策论呐。这些策论若有用时，价值万金；若无用时，它一文不值。现在它已经没有用了，拿去都卖了吧。实话告诉您吧，这写过字的竹简呢，也值不了几个钱。那你说，这个房间里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个，先生，这黑貂裘不是挺值钱的吗？好眼光，也就它还能值几个钱。但眼下天渐凉了，我也就这一件可以御寒的衣服。先生先想法子过了眼前，再想明日的冷暖吧。啊，要不我马上送去典当了。哎，拿走拿走，别再来烦我。哎。繁星如许，明月如初，前尘往事从何起数？心有情丝万千束，却剩得一缕孤花开谢，秋草又枯，
盛衰荣辱，如何细数？你水暖，为水寒，换不回一人入骨。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去心诉是一度，去情再相负。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爱如心，恨如骨，生死再相负。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愿为你永生永世守